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车位你敢站，门我就敢装》故事解说。锦绣华庭小区地下车库，一场典型的邻里产权纠纷就此爆发。小区业主沈之夏在车库拦下晚归住户刘美娟，严肃质问其长期恶意占用自己私人产权车位的行为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拦阻，刘美娟神色错愕，刻意佯装不知情，反问沈之夏为何当众拦车对峙，刻意制造矛盾。沈之夏冷静梳理事情经过，直指刘美娟长期霸占自己的专属车位，为规避挪车整改，刻意预留虚假联系方式，无视物业多次通知，始终拒不配合沟通调解。直至此刻，刘美娟才得知自己连日停放的车位归属沈之夏所有，可她毫无愧疚之意，反倒态度蛮横，拒不配合，甚至倒打一耙。哭诉老实人在邻里相处中最容易被针对、被欺负。沈之夏不愿陷入无意义的口舌拉扯，唯一诉求就是让对方即刻挪车，归还车位合法使用权。但刘美娟态度顽固，寸步不让，固执秉持先到先停的错误认知，仅凭个人主观说辞否定沈之夏的合法产权，坚决不肯主动挪车退让。面对对方的无理狡辩，沈之夏当场出示车位产权证、购房原始凭证以及物业备案登记记录，清晰佐证该车位为自己全款购置，产权独立清晰的私人专属资产。正因刘美娟长期刻意失联、恶意占位、拒不挪车，沈之夏连续2日被迫在外自费停车。如今仅要求对方依规挪车，归还自有车位，并无任何过分诉求。铁证面前，刘美娟依旧百般推脱抵赖，谎称自己此前临时出差，行程临时变动才提前返程，声称个人行程无需向他人报备，始终拒不承认自己蓄意占位、长期白嫖车位的主观过错。沈之夏直接无视其推诿说辞，严肃重申私人产权车位受法律保护，任何人不得随意侵占，勒令其立刻挪车整改。眼见讲道理无法占据上风，刘美娟立刻转变策略，刻意卖惨示弱，哭诉自己常年外出跑业务，身心俱疲，没有精力挪车，同时假借邻里和睦之名进行道德绑架，指责沈之夏太过较真，不近人情。沈之夏无奈反驳，该车位是自己全款购入的私有资产，刘美娟无偿占用，刻意规避挪车在先，如今反倒颠倒黑白，指责自己小气苛刻，斤斤计较。刘美娟毫无悔改之心，反倒嘲讽沈之夏家境优越，没必要为小额停车费过度计较，格局狭隘。沈之夏当即反问，车库内闲置空位充足，对方偏偏只霸占自己位置最优的车位，私心早已不言而喻。刘美娟坦然承认，该车位紧邻电梯出入口，通行便捷，空间规整，且无需临时缴费，是整个车库的优质车位。她心知肚明，自己连日投机省下的停车费用，全部转化为沈之夏被迫外出停车的额外开销。几番拉扯过后，沈之夏耐心彻底耗尽，勒令对方立刻停止侵权，挪车离场。说理无果的刘美娟当即当众吵闹卖惨，刻意造势，试图吸引邻里围观博取同情，哭诉自己底层谋生艰难，生活压力巨大，指责拥有固定产权车位的沈之夏刻意为难普通人。沈之夏当场戳穿其虚伪伪装，明确对方绝非无心误停。他此前亲眼目睹刘美娟在车库和朋友炫耀，坦然分享自己谎称出差，欺骗物业，预留虚假号码躲避挪车，长期投机白嫖他人车位的完整套路。精心算计的小心思被当众拆穿，刘美娟瞬间慌乱失态，矢口否认所有事实，强硬叫嚣让沈之夏拿出实质证据。沈之夏直言，这般自私投机、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事方式，最终只会自食恶果，得不偿失。沈之夏对其做出最后一次正式告知，明确其长期占位的行为已构成私人财产侵占。面对沈之夏录像取证、严肃追责的态度，刘美娟依旧嚣张跋扈，不仅拒不挪车，还出言恶意威胁。沈之夏指出，其多次反复占位属于习惯性侵权，绝非偶然失误。刘美娟对此坦然承认，依旧以车位长期空置为由，坚持先到先得的错误理念，指责沈之夏小题大做，刻意摆架子。沈之夏彻底看透对方的侥幸心理，直言其预留虚假号码绝非无心之失，而是早有预谋，就是打算长期占用他人专属车位，投机占便宜。被精准戳中心思的刘美娟恼羞成怒，开始人身攻击，吐槽沈之夏锱铢必较，不肯吃亏，性格孤僻，邻里关系淡薄。沈之夏全然不为所动，最后一次严肃勒令其即刻挪车。刘美娟自持对方性格温和，不喜争执，强硬拒绝配合。见对方始终执迷不悟，毫无悔改之意，沈之夏暂且作罢，默许其继续停放。刘美娟误以为沈之夏彻底妥协退让，愈发得意嚣张。事实上，刘美娟早已摸索出成熟的占位套路，依靠虚假号码、谎称出差、刻意失联的方式长期白嫖车位。她笃定独居的沈之夏不爱纠缠，
习惯忍让，才一次次肆无忌惮，屡教不改。次日清晨，物业老王告知沈之夏，刘美娟清晨早挪车离场，行色匆匆，疑似外出对接重要客户。老王好心劝说沈之夏息事宁人，认为经过此次争执，刘美娟定会心生顾忌，收敛行为。但沈之夏头脑清醒，预判精准，明确对方主动挪车只是自身急需用车，绝非知错悔改。晚间归来依旧会抢占该优质车位。老王深表认同，坦言刘美娟素来贪小便宜，心存侥幸，投机得逞只会暗自窃喜，很难主动收敛恶习。沈之夏告知老王，自己将在产权范围内合规加装防护设施，同时郑重承诺全程不占用公共区域，不触碰消防通道，不破坏公共设施，绝不给物业增添管理麻烦。安顿完毕后，他随即联系工程队和师傅，计划将开放式车位改造为封闭式专属车库，从根源杜绝他人占位隐患。和师傅现场实地核验车位条件，确认施工条件优越，改造方案可行，为其推荐安全稳固、静音防火、支持手机远程操控的铝合金卷帘门。沈之夏明确3项标准化施工要求：哑光黑配色贴合车库整体环境，施工范围严格贴合产权红线，当日加急施工并完成全部验收。和师傅亲自带队加急施工，早已看穿这场邻里纠纷的核心原委。沈之夏坦言，自己多次礼让包容、耐心沟通，对方依旧肆意侵权，态度嚣张。既然口头界定的产权边界无法让对方敬畏，便以合规实体设施筑牢专属边界，明确个人底线。本次施工全程精准合规，误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，所有施工资质、现场影像、尺寸数据全部留存备查，全程有据可依。物业老王日常巡查车库时，见到施工场面倍感惊讶。沈之夏平静解释，所有施工工序与设施均铺设于自有产权范围内，合规合法，有据可查。后续会主动补齐所有物业备案资料。老王虽认可施工合规，却依旧担忧刘美娟归来后胡搅蛮缠，聚众闹事。沈之夏从容回应，对方侵占他人财产时肆无忌惮，自己合法合规维护私有权益，自然无需妥协退让。他精准点出物业处置此类邻里纠纷的短板，一味劝导受害业主忍让妥协，息事宁人，只会纵容侵权者的嚣张气焰，让占位乱象愈演愈烈。老王无奈坦言，物业难处，刘美娟长期刻意失联，规避沟通，物业无权限私自拖移业主车辆，难以有效处置此类占位纠纷。物业最终明确态度，施工合规则不予阻拦，后续邻里民事纠纷需由沈之夏自行依法处理。老王依旧心存顾虑，担心刘美娟归来后颠倒黑白，恶意报警，造谣沈之夏故意锁车报复，牵连物业。沈之夏早有万全准备，从施工启动开始，所有施工记录、监控画面、通话短信记录全部完整留存，全程留证备查。同时，他明确自身处置底线，每次封门前都会提前通知，预留充足挪车时间。对方主动挪车则纠纷终结，若明知后果仍执意占位，所有责任与后果均由其自行承担。正因刘美娟擅长歪曲事实、颠倒黑白，沈之夏才不得不步步设防，全程留证。短短数小时内，卷帘门施工全部竣工，验收合格，设备支持远程升降，中途暂停，下落过程自带安全警示音与预阻反弹功能，安全防护性极强，不会磕碰损伤车辆。沈之夏反复测试设备运行状态，确认施工达标，设备稳定后，收齐全部资质资料并结清施工尾款。傍晚时分，毫不知情的刘美娟再次擅自占用该车位，依旧笃定沈之夏不善争执，无力制衡自己。沈之夏致电进行最后一次友好沟通，给出5分钟挪车时限，严肃告知逾期拒不挪车将自行承担全部后果。刘美娟态度恶劣，嚣张跋扈，肆意嘲讽沈之夏小题大做，过度计较，哭诉自身奔波劳碌，生活不易，强硬拒绝挪车，甚至扬言日后要长期霸占该车位。随后直接挂断电话，不屑一顾。他依旧心存侥幸，笃定沈之夏只会讲道理，不敢采取强硬维权手段。次日清晨，准备驾车出行的刘美娟彻底傻眼，自己的车辆被合规安装的卷帘门牢牢封闭在车位内，完全无法移动分毫。突发窘境让刘美娟瞬间暴怒失控，当众怒骂沈之夏恶意锁车、刻意整人，声称此举耽误自己对接重要工作，造成巨额经济损失。随即致电物业，蛮横勒令工作人员立刻拆门放行。老王火速到场，耐心劝阻，明确告知私自损毁他人合规私有设施，属于故意损毁财物，需全额承担赔偿责任与法律后果。刘美娟全然不听劝解，蛮不讲理，歪曲事实，强行认定沈之夏私自装门锁车属于非法扣押车辆，以自己足额缴纳物业费为由，强制物业为自己解决出行问题。老王反复解释，
该车位为私人独有产权，业主在自有产权范围内加装防护设施属于合法维权，物业无权私自干预拆除。且前一晚沈之夏多次电话、短信通知挪车，是刘美娟刻意拒绝、拒不配合，所有过错完全在其自身。刘美娟非但拒不认错，反倒恶意抹黑物业偏袒沈之夏，刻意针对自己。见物业拒不配合自己的无理要求，刘美娟直接报警，颠倒黑白，谎称邻居恶意加装设施封堵车辆，阻断自己正常出行，影响个人生计。民警到场后，细致核验车辆状态、车位产权证明与施工手续，确认车辆完好无损，施工合规合法，产权归属清晰，明确本次纠纷为刘美娟恶意侵权在先，沈之夏合法维权在后。物业工作人员当场拆穿刘美娟的谎言，如实说明其长期预留虚假号码，刻意失联，谎称出差规避挪车，多次刻意激化邻里矛盾。民警当场界定纠纷性质属于普通民事邻里纠纷，无紧急破门必要，需双方自行协商处置。急于出行工作的刘美娟不愿自费打车止损，反倒无端指责民警与物业偏袒他人，欺压普通民众。民警远程联系正在外地休假的沈之夏，协商开门放行事宜。沈之夏如实告知，远程操控需多重安全核验，最快周日晚间返程后可现场处理。同时完整出示催挪通话、短信记录，限时告知对方拒挪及扬言长期占位的全套证据，明确返程前若有人恶意损毁设施，自己必将依法全额追责追偿。民警如实告知刘美娟处置结果，刘美娟满心怨气，拒不接受，甚至扬言要煽动邻里围观对峙，制造舆论。周日晚间，沈之夏如期返程，早已在车库等候的刘美娟立刻上前当众拦堵，高声斥责沈之夏恶意锁车，导致自己2日只能自费打车，开销剧增，险些流失重要合作客户，强硬要求对方公开道歉，赔偿全部损失。沈之夏淡然回应，外出休假是个人合法自由，并非刻意躲避纠纷。反观刘美娟聚众闹事，颠倒黑白，恶意抹黑，尽显侵权耍赖的无赖本性。刘美娟不顾事实，对着围观邻里持续卖惨哭诉，刻意将自己包装成弱势受害者。她谎称车辆贷款购置，个人收入微薄，生活压力巨大，仅临时停车1晚就被沈之夏恶意封车刁难，指责对方家境优越，仗势欺人，毫无同理心。不明真相的围观邻居纷纷劝解，认为邻里之间理应互相包容，没必要为一个车位彻底撕破脸，把事做绝。借着众人的善意劝解，刘美娟愈发嚣张，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临时停车，毫无过错，反咬沈之夏私自施工，刻意针对自己，强硬索要打车费用与误工损失。物业老王当场出示完整通话记录，清晰证明物业多次致电提醒挪车。刘美娟先是谎称出差3日，随后直接挂断，拉黑物业号码，主动切断所有沟通渠道。铁证面前，刘美娟依旧强行狡辩，推脱自己工作繁忙，无暇留意陌生来电与消息。沈之夏当场戳穿其漏洞百出、前后矛盾的谎言，明确评判是非对错从不靠哭闹卖惨博取大众同情，并再次质问其是否依旧自认无错。刘美娟依旧嘴硬逞强，拒不认错。沈之夏随即当众播放车库原始监控视频与录音，完整还原整场纠纷的真实经过。视频中，刘美娟毫无避讳地向朋友炫耀自己的投机手段，坦言刻意欺骗物业，谎称出差，预留空号躲避挪车，长期白嫖优质车位，甚至大放厥词，认为老实人活该吃亏，被人拿捏。铁证如山，刘美娟瞬间慌乱失态，冲动上前试图抢夺损毁播放设备，被工作人员及时制止。眼见谎言被彻底揭穿，刘美娟又以个人隐私被侵犯为由大闹现场，转移矛盾，逃避追责。工作人员耐心解释，公共车库监控取证是为还原事实，界定权责，全程合法合规，无法抵消其长期侵占他人私有财产的既定过错。眼见围观邻里舆论彻底反转，刘美娟慌忙辩解自己只是随口吹牛，临时取消出差计划，预留空号只为躲避骚扰电话，并非刻意占位耍赖，说辞苍白无力，毫无说服力。围观邻里彻底看清其自私虚伪、贪小便宜的本性，纷纷指责其毫无底线，长期刻意侵权，把他人的善良忍让当成肆意占便宜的资本，品行低劣，令人不齿。即便被当众揭穿，遭到众人指责，刘美娟依旧不肯真心认错悔改，反倒反咬一口，指责沈之夏维权手段过分，格局狭小，不近人情。为让所有邻里明晰是非，厘清真相，沈之夏简洁复盘纠纷核心脉络。该车位为本人全款购置的私有专属资产。刘美娟长期刻意切断沟通渠道，谎称出差，恶意占位。装门前本人多次通知挪车，预留充足时间，遭对方明确拒绝，并被扬言长期霸占。
全程合规施工，未触碰公共区域，未损伤对方车辆，维权流程合法合规。围观邻居彻底分清对错，纷纷谴责刘美娟自私自利、颠倒黑白、忘恩负义。刘美娟依旧心存不甘，强行狡辩，认为车位长期空置闲置，沈之夏没必要小题大做，刻意报复。沈之夏明确回应，私人空置资产属于个人合法权益，绝非公共资源，任何人都无权凭借一己私心侵占他人合法资产，践踏产权边界。刘美娟依旧强词夺理，偏执认为只要没有造成车辆损毁，就不算侵权过错。沈之夏严谨反驳，其恶意占位3日，直接侵占自己的车位合法使用权，造成实打实的停车开销损失，同时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取证维权、处理纠纷，资产使用权受损本身就是明确侵权，并非只有物品损毁才算过错。事实清晰，证据确凿，工作人员当场制止刘美娟的无理纠缠，告知其占位、撒谎、拒挪车、当众闹事均有完整记录在案，继续纠缠只会自取难堪。随即引导双方前往调解室走正规流程处置。事态彻底无法挽回，舆论完全反转后，刘美娟才被迫低头认错，承认自己虚假留号、刻意占位、规避沟通的全部侵权过错。面对沈之夏的质问，刘美娟坦诚自己的核心侥幸心理，笃定沈之夏性格温和，不喜争执，待人包容，认定自己犯错无需付出代价，便肆意投机占便宜，肆意侵权，最终酿成无谓的邻里纠纷。调解环节中，自知理亏的刘美娟主动提出高额赔付，希望私下了结整件纠纷。沈之夏秉持实事求是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只依据实际损失界定赔付标准，绝不漫天要价，借机为难他人。刘美娟累计占位3日，按照小区每日80元的临时停车封顶标准，合计240元实际损失，仅需赔付该笔款项。卷帘门为个人维权防护设施，相关费用自行承担，不索要任何误工、精神损失等额外赔偿。同时，他提出2项规范化留档要求：一是刘美娟签署书面承诺书，日后若再次占用该车位，需按每日500元标准承担违约责任，依法追责；二是手写书面道歉信，如实承认全部侵权事实，文书留档备案。刘美娟感慨沈之夏处事有理有据，条理清晰，无懈可击，彻底放弃辩驳。沈之夏精准点出其屡次犯错的根源，始终笃定弱者卖惨即可免责，投机犯错无需担责，才一次次肆意妄为，屡教不改。刘美娟心存顾虑，担忧拒不签字会被长期锁车，无故扣留车辆。沈之夏明确给予其自主选择权，拒绝调解则走正规法律程序，依法追责，全程公正处置，不会私自损毁对方车辆。在场工作人员纷纷劝解刘美娟，沈之夏处事克制公正，仁至义尽，已然做出最大包容与退让，劝告其及时收尾纠纷。彻底醒悟的刘美娟全盘坦白自身过错，坦言因生活压力大，心存贪念，觊觎空置优质车位，刻意投机占位，规避沟通，一步步纵容自身侥幸心理，最终引发邻里矛盾。最终，他自愿赔付全部实际损失，签署责任承诺书与道歉信，郑重保证日后绝不再次侵占沈之夏的私人车位。所有手续办结，纠纷彻底收尾后，工作人员确认可以开门放行。沈之夏远程操控开启卷帘门，准许刘美娟挪走车辆。刘美娟满心愧疚，诚恳致歉，由衷感谢沈之夏的包容与克制。沈之夏淡然回应，希望他真正铭记，人与人之间自有清晰的财产边界，他人的善良、包容与忍让，从来不是肆意侵权、投机取巧的资本。任何人都无权凭借私心侵占他人合法权益，肆意消耗他人善意。